足弓健不健康，从走路的姿势就能看得出来。但足弓健康度经常被误解成和足弓的形状有关，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像世界100公尺纪录保持人牙买加闪电 Bolt、NBA 球星 LeBron James、Kobe 还是林书豪，他们都是扁平足。可是扁平足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顶尖的运动员。所以你应该要注意的，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扁平足或是高足弓，而是足弓的健康度。而足弓健康度又可以从你的走路姿势观察出来。这部影片就是要让你知道什么是走路该有的足弓绞盘机制，而这个绞盘机制又该怎么评估训练呢？最后，我还会解答一个超多人在问的问题：该怎么挑选一双适合自己的足弓鞋？足弓是由好多小块的骨头结合肌肉筋膜和韧带复杂交织而成的拱形结构，这个形状是天生的。但天生的形状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足弓功能。什么是足弓功能呢？我帮你把足弓在走路时重要的2个功能提取出来，分别是缓冲和推进。走路的时候，前半段就是缓冲，后半段就是推进。前半段的缓冲是一个能量吸收器，吸收每次脚踏地时产生的冲击力，同时把这个冲击力像压缩弹簧一样，把能量储存在足底筋膜上。接着，走路的后半段就把存储的能量释放出来，起到把身体往前推进的作用。足弓的缓冲与推进交替运作，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自然工程。它让我们用最少的能量投入，实现最大的移动效益。这也是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用双足走遍全世界的重要原因。而这样缓冲和推进的完美搭配，全由足弓上的绞盘机制所控制。可以说，良好的绞盘机制等于良好的足弓功能，等于良好的足弓健康。绞盘机制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大脚趾向上翘这个动作。当大脚趾翘起时，这个动作会拉动足底筋膜和周围的肌肉，让足弓的最高点提起，这就是绞盘机制。你会发现，足弓就是由绞盘机制所创造出来的。要检查绞盘机制的健康度也很简单，你跟我一起这样做就好。把脚踩平在地板上，身体重量上去，然后拉起大脚趾，看看这个动作会不会让你痛。不管痛在脚底、脚掌还是大脚趾，只要会痛，就是绞盘机制出问题了。绞盘机制出问题的话，会让足底失去吸收和释放能量的机制，能量长期堆积在错误的地方，就会有很多和脚有关的问题产生，比如足底筋膜炎、足跟痛、胫后肌肌腱炎、前脚掌痛、拇指外翻等等。也可以说，想要把这些脚底的问题根治，一定要想办法恢复绞盘机制的功能。那么，正常的绞盘机制是怎么运作的呢？其实这跟我们走路的方式有关。当我们走路时，脚接触地面依顺序大致可以分成3个部分：脚跟、脚底外侧和大脚趾。当我们的重量落在脚底外侧时，我们的足弓会因为压力而下陷，这时足底筋膜会被拉长，储存能量。然后，当重量移动到大脚趾，脚快要抬起的最后阶段时，会释放出推进的能量，这就是绞盘机制运作的整体流程。但是如果没办法让绞盘机制完整跑完的话，比如最后的阶段大脚趾抬起来不完整，或者是用脚尖向外或向内撇，这些都会让绞盘机制失去完整运作的机会。如果这种情况一直发生，我们的足底肌肉就会因为缺乏使用而变得虚弱无力，关节可能会因为缺乏活动而卡住，足底筋膜也会因为失去弹性而变得松弛。这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可能让足弓塌陷。这种类型的足弓塌陷就可能是功能性的扁平足。这种扁平足不是天生的，而是被不当的使用习惯踩扁的。如果长期在没有足弓的状况下走路，我们的膝盖、髋关节甚至腰部都可能因为失去足弓的缓冲和稳定的功能而开始出现排列异常，然后连运动和生活都会开始慢慢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能让绞盘机制发挥完整的作用，就是有良好功能的足弓。不过有些人绞盘机制已经失灵很久了，足弓已经被踩扁，这样还有机会救吗？当然有，除了透过训练把绞盘机制练回来，我们还可以用足弓鞋来帮忙支撑一下。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帮你找到适合自己的足弓鞋小测试。首先，脚与肩同宽站着，双手平举抱胸，大脚趾稳稳贴在地面上，身体左旋转到底，
再右旋转到底。记住两边转到底时的紧绷感。再来穿上鞋，保持一样的站姿，再转一次。如果这次的旋转范围明显增加，而且转到底时身体的紧绷感减少，那恭喜你，这双足弓鞋就是你的真命天鞋。为什么穿上足弓鞋会差这么多呢？因为一个适合自己的足弓鞋，就是能帮你的足弓归位。虽然这是靠外力让足弓强制归位，但只要足弓归位，连接在周围的肌肉就能发挥缓冲和推进的功能。当足部这些大大小小的肌肉开始工作，在面对任何动作的时候，都会变得更加稳定。所以刚刚那个测试动作就会因为脚底稳定有支撑，力从地起，身体旋转角度自然就增加了。保持这样的状态去走路和运动，也可以减少很多运动伤害。接下来的运动除了帮你恢复绞盘机制之外，我也会带你活动足部的骨头，重建周围肌肉的力量，帮你找回健康的足弓。第一个运动，足底筋膜放松。坐着，将按摩球放在脚底，另一只手放在膝盖，帮身体增加重量，大范围来回滚动，越慢越好。找到酸痛的地方，深压，用身体旋转的方式按压，压住痛点后，身体旋转舌下。脚底可以分成内、中、外3个区域，内侧滚完换中间，中间滚完换外侧。弹钢琴训练，一开始全脚趾打开，第1指放下，第5指再放下，最后2、3、4指再放下，重复10次。这动作可以练习脚趾头控制打开的能力。换边，每天做3组。走路姿势出问题的人，脚趾头常常都会有大脚趾外翻的问题，或是大脚趾的控制力差。做这个动作可以让你更掌握脚底小肌肉发力的感觉。做的当下，有些人会抽筋，这代表你平时小肌肉群不常出力。如果抽筋了，就休息一下，抽完再训练。靠墙垫脚尖，一开始扶着墙壁，脚跟中间夹一颗球，用保特瓶也可以。一边夹着保特瓶，一边垫脚尖，重心放在大脚趾上，足跟尽量互相靠近。这动作可以训练绞盘机制，让足底筋膜以及周围的肌肉重新活化起来。垫到最高点，停10秒，再慢慢放下来。一组舌下，一天做3组。接下来我们把绞盘机制加入步态，双手伸直扶墙，一只脚前，一只脚后，重心放在前脚上，身体倾斜墙面。接着后脚往前抬起，前脚垫脚尖，这是模拟走路的时候后脚推进的那一步。前脚抬到底的时候，后脚屁股夹紧垫脚尖，身体长高，不要驼背。垫脚尖3秒，慢慢回来。回来的时候，后脚轻轻点地，前脚膝盖微弯，屁股往后推，重心还是放在前脚上。这个动作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臀肌。12次之后换边，一天做3组。做这个动作要注意，垫脚尖的时候，脚趾头都要朝前，不要往外撇，大脚趾要稳稳的踩在地板上。走路的过程中，身体其实是一直在旋转的，所以我们除了要练习足弓提起，也要训练足弓塌陷的能力。身体旋转加绞盘机制。一开始将弹力带绑在桌角或门把上，让大脚趾球踩一条弹力带。双脚与肩同宽，膝盖微弯，屁股往后推，重心移到前脚上，膝盖对准2到3指。右手往前，左手往后，带动身体旋转，好像要向前勾东西一样。
这训练可以强化足弓的力量，也可以强化你臀部肌群的力量。左右折下，换边，一天做3组。做的动作重量都要稳稳的放在足底三角，让足弓随着身体塌陷还有抬起。臀肌在旋转的时候，也可以训练到向心收缩和离心收缩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足弓加臀肌的旋转训练。我帮大家总结一下，走路的最后一个阶段，大脚趾有完整上翘，才可以有一个好的脚盘机制。拥有一个好的脚盘机制，代表足弓功能良好，而拥有一个好足弓，就可以让我们重新跟地面建立连结，每踏一步都不再是伤害。这不仅增加了走路的效率，也间接保护了我们身体各个关节。走路能力其实可以看作是整体健康状况的衡量指标。科学家甚至可以从老年人的步行速度或是单脚站的时间，推估他们的预期寿命。大多数的日常生活都需要我们用双脚移动，所以健康的脚盘机制一定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技巧。它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健康的足弓还可以保护关节，维持身体平衡，减少跌倒的风险，还能提升身体协调，提高运动效率，减少疲劳和各种疼痛问题发生的机会。我希望影片有看到这边的你，都可以好好的使用自己的身体，延长所有关节的使用寿命。健康是终身的修炼，我会把所有简单的方法都留给你，复杂的知识就交给我吧。希望我的频道可以变成你的体态工具箱，让你每天轻松练，健康又好看。如果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想知道更多更完整的全身体态训练，也可以参考我的线上课程。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